你知道吗？卧虎藏龙不仅让李安成为史上第一个拿到奥斯卡外语片的华人导演，也拿下了当年奥斯卡的最佳电影配乐，更替华语电影在西方影坛打开了大门。很多人第一次看卧虎藏龙会被其精彩的打斗以及山水画般的东方意境所吸引，却忽略了真正贯穿整部戏的主轴——情欲。其实在编剧隐晦的对白中，这不单单只是一部国外影迷观众所说的拍得很唯美的武打片，而是深藏了许多东方隐喻与文化细腻。不可置否的，无论从故事角度或音乐而言，卧虎藏龙的艺术成就毫不输任何百大西方名片，可以直接进入历史殿堂，放在电影教科书里面。而这部电影的配乐手法更替角色们画龙点睛。嗨，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第一部荣获奥斯卡外语片的华语电影《卧虎藏龙》和它的配乐奥秘。史诗级武侠巨作《卧虎藏龙》由张志强、徐立功和李安监制，李安执导，周润发和杨紫琼主演，一共获得4项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最佳美术指导以及最佳配乐，堪称是李安导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卧虎藏龙》是第一部全美票房突破1亿美元的外国电影，它不仅巩固了李安在电影界的地位，更激发了武侠片的热潮，为亚洲演员们也开启了新的机会大门。除了《卧虎藏龙》，李安后来执导的《断背山》使他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华人导演。随后他又凭借着《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再度于全球影坛斩获奖项。李安不仅是第一位夺得美国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华人，他在国际影展中斩获的奖项与受颁的成就勋章，目前还未有任何其他华语导演能与其匹敌。在《卧虎藏龙》之前，李安初次执导的剧情长片《推手》在台湾广受好评，接着他的2部作品《喜宴》与《饮食男女》更成功地要上国际舞台，完成了对台湾家庭亲情与世代隔阂的深刻刻画，构成了所谓的父亲3部曲。这2部电影纷纷斩获多项知名大奖，更荣获金球奖和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的提名，使李安逐渐进军好莱坞。他接连执导了由 Jane Austen 小说改编的历史剧《理性与感性》，描绘失能家庭的《冰风暴》，以及《与魔鬼共骑》，展现了他善于唤起人类共通情感的卓越才华。不用我多说剧情，相信许多影迷都看过这部电影。但是至今24年的《卧虎藏龙》，其中的隐喻和艺术价值为什么那么高呢？在我们分析《卧虎藏龙》的音乐之前，必须先看这部电影的3层含义。第一个是藏在礼教与刀剑下的情欲，编剧在角色名称给了很大的提示，于秀莲和愚蠢的愚同音，暗喻他费尽一生等待心上人开口，但却等到对方死前才完成此心愿，因此他是被礼教传统束缚的渔夫。而玉娇龙也和情欲的欲同音，和于秀莲不同，玉娇龙敢爱敢恨，主动求爱，甚至在关键场合还直接问李慕白：你是要剑还是要我？青春自负又浑身充满欲望的他，其实正是这部片的故事核心——情欲。就像这样坐着。若说于秀莲象征中国传统观念的外阳内阴女性，那么玉娇龙则是渴望自由、渴望摆脱传统束缚的外阴内阳女性。当他们共同注视李慕白时，他们的情欲却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于秀莲对于暗恋已久的李慕白，总是压抑着自己的情感，她的眼神常常呈现非常温柔又犹豫的样子。相对的，当玉娇龙首次见到于秀莲展示清明剑时，她的眼中闪烁了爱慕与渴望的光芒，甚至后来直接偷走了剑。这么沉，剑不就是片薄铁吗？沉的是剑柄，剑身倒也不是薄铁。
剑走轻灵，兵器里它算是最轻的，你没摸过兵器就觉得它沉。玉娇龙出生于九门提督之家，本应顺着中国最传统的礼教，然而他却藏匿了充满武侠气质的一面，并巧遇闭眼狐狸，得以学习武功，并追逐江湖梦想。在新疆，他曾与土匪头子半天云、罗小虎有过一段真挚的感情。然而，罗小虎知道中国传统下门当户对的现实，玉娇龙也开始面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并且无法放下父母。虽然清明剑和李慕白的出现为他带来了真正的江湖期望和一个强大的感情支点，但是他早在闭眼狐狸带他长大时，就听过无数武当山师徒淫乱的谣言，同时他也看穿了李慕白对他潜在的深处欲望，这使得他敢爱敢恨的个性更为凸显了。《卧虎藏龙》这部电影全片，无论是在画面或对话，都巧妙地运用了一阴一阳的对比。以李慕白和玉娇龙在竹林中的经典打斗为例：一、背景的竹子刚中带柔，虚心有节，象征着玉娇龙需要从李慕白身上学到的东西。二、李慕白沉稳教导，玉娇龙急躁追赶。三、两人在竹林中交错对峙时。四、他们对望与视角切换，带有隐晦的情欲象征。五、李慕白静止在竹子顶端，玉娇龙动态攀爬，象征着李慕白期望玉娇龙的剑法与心性迎头赶上。六、两人以中国山水画 S 型构图方式飞到池中的石头。七、玉娇龙在水面2次点水，象征激起的波澜，李慕白则不接触水面直接飞过。8. 两人对峙，李慕白冷静地指向玉娇龙的眉心，安抚她的情绪。9. 此时仍未完全见到玉娇龙的本心，需要等到她跳水救剑，或甚至丧命激起她一心要救起李慕白的时刻。此时清明剑和李慕白象征太极里的不变的阴，等待着玉娇龙的阳。这时我们才见到他真正的本心，象征他的剑法和内心都已经赶上了李慕白。这场竹林打斗之所以经典，是因为每一幕构图都像中国的山水画，每一秒场景都隐含了太极一阴一阳的哲理，并具有象征的意义。江湖恩怨四方角力，清明剑再掀波涛。当初谭盾这一位擅长古典、现代和歌剧音乐的华裔作曲家，决定接下李安的委托，创作配乐的契机，正是因为这些与过去武侠不同的冲突张力。谭盾表示，李安追求的是美感胜过情节的文化层次，且音乐的表现必须和以往的武侠电影有所区别。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谭盾，吸收纽约多元文化与跨领域的灵感，为《卧虎藏龙》配乐成就了命中注定的高峰。2001年3月25日，他荣获奥斯卡奖，成为继苏聪、坂本龙一后的另一位华人音乐家夺金。谭盾后来则接连为《英雄》和《夜宴》创作音乐，延续《卧虎藏龙》的美学，形成武侠三部曲。而马友友的大提琴配乐也是谭盾坚持的艺术表现。谭盾认为，大提琴具有古老历史与未来的潜力，它能够展现丰富的音域，引起心灵的共鸣。电影的原声带《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开场即以马友友的琴音深邃悠远打动人心。马友友还以拉弦拨弹的方式，巧妙地传达东方器乐的神髓，如李白的《静夜思》与屈原的《楚辞》，在音乐中编织成动人的故事。在《卧虎藏龙》，谭盾很巧妙地用不同的乐器来表现各种角色的个性。例如，李慕白是深情内敛的大提琴，于秀莲是娴熟柔软的二胡，闭眼狐狸则是用中国苗族的苗乐器把乌。
罗小虎跟新疆除了琵琶，谭盾更直接聘请当地的乐手演奏手鼓，借此注入民族地域性。对我而言，谭盾除了使用各种中西方乐器来代表每个角色，他最细腻的巧思可以在每一次打斗场景听见。在这4个打斗场景中，每一次的乐器配置都比前一次的更丰富饱满，而随着剧情张力不断拉高，音乐与节奏的织度也更为紧密浓厚。第一次是玉娇龙与于秀莲的夺剑打斗，谭盾并没有让大鼓、排鼓以及板鼓的京剧节奏过于凶猛，反而以蜻蜓点水的极简编制回荡于邺城巷弄间。在第2场武斗中，同样在月夜展开，闭眼狐狸与捕头蔡九展开激烈的多人混战，鼓乐已经无法完全表现厮杀的激情，因此谭盾巧妙地将罗小虎的闹婚曲的紧凑管弦乐动机引入。不仅在闹婚场面，罗小虎打劫玉娇龙的车队中，谭盾还巧妙地注入管弦乐的声浪，扩大了战斗的氛围。曲子的后半部以弦乐和手鼓描述2人争夺梳子的情节，一样以新疆为主题，呈现出非常生动有趣的画面。还我梳子！李慕白与玉娇龙在竹林中对剑，应该是史上最浪漫的武侠打斗片段了。2人轻盈地穿梭于竹影中，以飘渺幽静的洞箫竹笛音乐为配乐。这场戏不仅展现出优雅的武功，更隐喻刀锋交锋之间的男女暧昧的欲望。最后，我们要来提一提李玟所唱的《月光爱人》这首片尾歌。《月光爱人》实际上并非是谭盾计划之中，在他完成配乐后，制片建议来增加一首歌曲，以促进电影行销。但是由于谭盾自己忙于其他工作，他只好找来编曲家乔治·卡拉卓利合作，重新编排片中各种动机。谭盾认为这首歌就像是音乐的精华版，将各个主题动机集中呈现，最终由李玟来演唱，成功满足了电影公司的期望。在当届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李玟也成为首位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献唱的华裔歌手。卧虎藏龙为西方影坛揭开了神秘东方电影的面纱。谭盾在这部电影的配乐用心，用音乐呈现出中华江湖儿女的爱恨情仇，也实是功不可没。李慕白一生追求的道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你在用心听过几遍后，会找到自己的答案。